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坚持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无视英伟达放宽呼吁，特朗普政府将继续限制先进人工智能技术流入中国。尽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呼吁放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另外也有白宫专业人士同意黄仁勋的观点，认为需要重新审视对其他美国贸易伙伴的限制，并正在废除和替换拜登时代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政府正努力让美国盟友更容易获得人工智能技术，例如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近期宣布的项目，同时仍保持安全限制，以防止技术转移给中国和其他对手。另外，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将继续努力阻止先进人工智能技术流入中国，驳回了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关于放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的呼吁。我们显然非常尊重黄仁勋。白宫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斯里拉姆·克里希南周三在彭博电视采访中表示，当谈到中国境内时，我确实认为，对于这些图形处理器一旦物理上进入中国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仍然存在两党和广泛的担忧。尽管特朗普政府仍认为扩大对华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存在安全风险，但克里希南表示，政府同意黄仁仁的观点，即需要重新审视对广泛其他美国贸易伙伴的限制。特朗普政府正在废除并计划取代拜登时代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克里希南称，该规则造成了 GPU 的富人和穷人。克里希南表示，当谈到世界其他地区时，我们希望美国的 AI 堆栈，从 GPU 到模型再到其上的所有一切，都能得到推广。在这一点上，黄仁仁和我以及我们是意见一致的。克里希南发表此番言论数小时前，黄仁勋在台北举行的 Computex 行业大会上发表了他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公开评论，反对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出口限制。黄仁勋抨击这些措施是失败的，并敦促美国降低对华芯片销售的壁垒，以免美国公司将市场拱手让给华为等竞争对手。黄仁勋告诉记者，中国在2026年将带来500亿美元的市场机会。中国拥有全球 50% 的 AI 开发者，重要的是，当他们开发一种架构时，他们应该在英伟达或至少是美国技术上进行开发。他说，英伟达最近注销了价值55亿美元的 H20 AI 芯片，这些芯片最初旨在遵守之前的出口限制，但今年又被特朗普政府新一轮限制所针对。克里希南指出，美国公司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周访问中东期间，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了一系列项目，这表明美国正在努力让其盟友更容易获得人工智能。他强调，这些协议仍将包含安全限制，以防止先进技术非法转移到中国和其他对手。这些交易和这些 GPU 将主要由美国超大规模运营商、美国云服务提供商和美国公司运营。曾是风险投资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普通合伙人，现加入白宫的克里希南说，这些 GPU 中的大多数将由美国公司运营、托管和控制。我的观点，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在 AI 芯片领域的对华策略，以及其背后的复杂考量。首先，美国政府对 AI 技术流入中国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白宫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斯里拉姆·克里希南的言论反复强调了对 GPU 一旦进入中国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的担忧。这表明美国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中国在先进 AI 领域取得突破，尤其是那些可能应用于军事或监控的技术。这种担忧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层面的。其次，对于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呼吁，美国政府采取了部分接纳、部分驳回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承认黄仁勋关于重审对其他贸易伙伴的限制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正在废除和替换拜登时代的 AI 扩散规则。这说明美国政府也认识到，
过于广泛的限制可能会损害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尤其是在其他新兴市场中推广美国 AI 技术方面，让盟友更容易获得美国 AI 技术，是为了巩固美国在 AI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能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多机会。然而，对于向中国放宽芯片出口，美国政府则坚决说不。克里希南的表态清楚地表明，只要是针对中国境内的出口，限制就不会放松。这凸显了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特殊的竞争对手，而非普通的贸易伙伴。黄仁勋强调，中国拥有 50% 的 AI 开发者，且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对英伟达乃至整个美国 AI 产业都至关重要。但美国政府显然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宁愿牺牲部分市场份额，也要限制中国获取先进 AI 技术。此外，报道中提到的英伟达注销55亿美元的 H20 AI 芯片，以及华为等中国竞争对手的崛起，都预示着美国对华芯片限制的长期影响。这不仅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也可能促使中国加速自主研发，从而在未来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本土 AI 生态系统。从长远来看，这种脱钩策略可能导致全球 AI 技术生态系统分裂，形成两个不同的技术标准和供应链。总的来说，美国对华芯片政策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行为，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在限制中国的同时，也试图巩固美国在盟友中的技术领导地位。然而，这种平衡策略的最终效果，以及对全球 AI 产业格局的深远影响，仍有待观察。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